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脸颊比心萌翻全网，粉发小辫子造型像极18岁少女。5月29日，演员赵丽颖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一张自拍美照，并开心发文：每一天可能都是第一次见。文末，赵丽颖还带上了自己的新剧《在人间》话题进行剧宣。自从将头发染成粉色，赵丽颖简直美出新高度。此次出镜，她还将粉发扎成了小辫子，配上俏丽可人的妆容，瞬间美回18岁美少女时期，养眼至极。下图中，赵丽颖穿着挂脖格纹 look 的颜色和她的粉发非常配，看上去就是粉粉嫩嫩。不仅如此，赵丽颖还看着镜头做了个脸颊比心的动作，真的是将可爱诠释的淋漓尽致呀！没想到都已经37岁了，赵丽颖的少女感还是丝毫不输从前，这样的逆生长状态，试问有几个人会不羡慕？晚些时候，工作室也晒出了一张赵丽颖的美照，并写道：每一天可能都是崭新的自己。这张照片里，赵丽颖依旧卖萌不停，可爱爱的模样，真是隔着屏幕都被美到了。赵丽颖用手在脸蛋儿处比出了一个小小的心，她抿嘴甜笑，满脸的胶原蛋白羡煞旁人。虽然已经年近40岁了，但赵丽颖的幼态感真是一点儿没减少。这次的辫子发型和粉嫩妆容 look 的搭配，将赵丽颖的少女感衬托得更足了。不得不承认，赵丽颖的保养之术和状态确实是让人羡慕，这天生的少女感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。必须要给颖宝的超绝状态疯狂打 call 呀！近来，赵丽颖每亮相，她的一头粉发都是无比吸睛。翻看她前几天出席活动的美照，确实是养眼十足。当天，赵丽颖将一头粉发盘了起来，她还画了一个和头发颜色相近的唇色，妆容精致又可人，配上一身吊带裙，绝美无比。赵丽颖从出道起，幼态感就非常足。只是没想到，现在的她竟然比从前更显嫩了，妥妥的红气养人啊，有木有？前不久，赵丽颖还将头发扎成了双鱼骨辫，这个发型让她更加显年轻，更可爱俏丽。赵丽颖以往尝试的发型，绝大部分都是秀发披肩，现如今她已经开始挑战不同风格，确实是给足大家惊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赵丽颖最近一直都在为自己的新剧《在人间》做宣传，前不久她还连续发布多条动态剧宣，为此还引发了不小的争议。因为当日赵丽颖的发文有些言辞颇为激烈，不过现如今这些颇具争议的动态已经没有了。虽然剧宣期间出现了一些不太美好的小插曲，但也一点儿没有影响到赵丽颖的心情，她仍然是该工作，该营业，心态、状态都非常好，而她的新剧《在人间》才开播1天，口碑、收视都非常不错。这是赵丽颖罕见挑战这类型的角色，于她本人以及网友而言都是期待感十足、看点十足。此外，近些年，赵丽颖几乎是出一部剧就爆一部剧，相信这部剧也一定会是赵丽颖的又一部爆剧。赵丽颖一直以来都是华语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女明星之一，从初出茅庐的甜美古装小花到如今兼具流量与实力的国民女演员，她用演技、努力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。而就在近日，赵丽颖晒出的一组自拍再次引发热议，粉色发色加上俏皮小辫子，脸颊比心卖萌，整个造型宛如18岁少女，瞬间萌翻全网，掀起了一波赵丽颖状态回春的热潮。很多人都说，赵丽颖的长相属于典型的初恋脸，五官精致而不张扬，笑容甜美却不油腻，有一种干净、温柔的氛围感。这种气质在娱乐圈是极为难得的。而这一次，她以粉嫩发色搭配双麻花辫现身，不仅没有违和感，反而更加凸显了她身上的那份少女感与灵气。许多网友评论说，赵丽颖是喝了防腐剂吗？这状态完全不像是已经当妈的人，怎么还能这样嫩？太不科学了。
双引号。其实，这样的经验并非偶然。从出道至今，赵丽颖的每一次转型和造型变化背后，都是她对自我形象的不断探索与重塑。在这个讲究话题性、热度和曝光度的娱乐时代，许多女明星都陷入了半老或硬挖成熟的误区，似乎只有御姐风才能赢得认同。但赵丽颖反其道而行，不刻意迎合潮流，而是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线。她既可以在作品中沉稳大气，演绎深沉复杂的角色，也可以在私下展现最自然、天真的一面。这份真实与松弛感，恰恰是如今观众最渴望看到的。粉发小辫子造型并非首次在娱乐圈出现，但赵丽颖却赋予了她独有的影视风格。她不是一味追求潮流，而是在细节上拿捏到位，发色粉嫩却不过于浮夸，编发精致却不显累赘，搭配干净淡妆和甜美笑容，一切刚刚好。特别是她脸颊比心的那个动作，既俏皮又不做作，自然流露出一种少女的撒娇，令人忍不住想点赞、转发并留言表白。这个瞬间，仿佛时间倒流，屏幕前的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成名多年的女明星，而是那个曾在花千骨中哭得让人心疼的小骨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赵丽颖不仅外在状态令人惊艳，她的内在修为和职业态度更是值得钦佩。她从未依赖所谓人设来维系人气，也不靠绯闻和话题博眼球，而是通过一部部作品，一点点努力，慢慢让人看到她的成长与沉淀。从姗姗来了到知否知否，从幸福到万家，再到如今即将播出的在人间，赵丽颖不断挑战自我，不被角色定型，每一次出现都带来新的惊喜。而在这张可爱的自拍背后，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成熟女性对生活的热爱，对自己的松弛掌控力，以及对美的一种真诚表达。很多女艺人会在生完孩子之后被贴上状态下滑、形象变了的标签，但赵丽颖用实际行动打破了这种偏见。她不仅没有松懈，反而越来越懂得如何爱自己、打理自己，活出属于自己的节奏。她不再是那个忙着讨好所有人、事事完美的颖宝，而是变成一个可以在公众场合坚定自我，在镜头前展现真实状态的女演员。而这恰恰是一个女性最迷人的时刻，不是年纪的减法，而是心态的加法。在这个容貌焦虑泛滥的时代，赵丽颖的存在无疑是一种解药。她的每一次露面，既是对外在形象的突破，也是对女性价值的重塑。当她以粉嫩发色、可爱表情登上热搜时，很多网友不仅是惊艳，更是在心底感受到一种共鸣。原来真实的可爱和自然的状态才最打动人。原来30几岁的女性也可以肆意表达少女心。原来青春不只属于年纪，也属于内心的亮光。写到这里，我想说的不仅仅是赵丽颖的可爱，更是她背后那份对生活的尊重与对自我的接纳。这种状态不是靠医美打造，也不是依赖滤镜呈现，而是源自日复一日的自律、善待自己以及热爱生活。它教会我们，做一个松弛的人，比努力装年轻更重要；做一个心态积极的人，比追求外在完美更可贵。亲爱的读者，当你看到赵丽颖脸颊比心那一幕时，或许会会心一笑，或许会羡慕不已，但我更希望你能从中汲取一份力量。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，年纪多大，都不要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你可以继续热爱粉色，可以随时学会扎小辫子，可以比心自拍，也可以像赵丽颖一样，在平凡日子里找回那个藏在心底的小女孩。少女感不是用来迎合他人，而是留给自己的一份温柔。就像赵丽颖一样，即使经历风雨，也依然保持一颗澄澈而坚定的心。愿我们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粉嫩时刻。王一博太燃了，拼命三郎式热度，点燃观众的每一秒激情。人就活一次，当然要往最高处闯。王一博用攀岩绳丈量悬崖高度，用赛车轨迹书写青春长度，把自己活成现实版速度与激情。
从美洲悬崖到泰利奖金奖，这位顶流用满身泥浆和伤疤证明，真正的热度不是热搜，而是生命燃烧的风劲。前脚刚在美洲悬崖上挂着录完探索心境2纪录片，后脚新巨人与就空降年度瞩目影人名单，中间甚至抽空捧回泰利奖金奖奖杯。粉丝们一边尖叫着老公好帅，一边疯狂敲键盘，哥你倒是歇会儿啊。可这男人仿佛装了永动机，滑雪冲进无人野雪地，攀岩爬到高海拔雪山顶，赛车夺冠时连安全帽都来不及摘，又赶去拍戏，连催他休息的弹幕都追不上他的行程表。要说内娱最不要命的顶流，王一博绝对榜上有名。别人录综艺在演播室吹空调，他直接吊在美洲悬崖边过夜。别人拿奖靠公关团队，他们生干大事，用探索心境系列纪录片斩获国外小金人，向世界展示中国青年的硬核风采。更绝的是，这位哥连拍戏都带着玩命属性。拍人，于是泡在冰水里8小时，导演喊卡，他还在琢磨怎么憋气更久。拍陈情岭时吊威亚摔出淤青，愣是咬着牙把蓝湛的清冷感演到封神。难怪网友辣评，别人挤破头抢热搜，王一博拿命换热搜。但你说他图啥？要流量，他已经是顶级；要名利，随手接个代言就能躺赚。可这男人偏要自讨苦吃，自掏腰包拍纪录片，零下20度扛着摄像机拍冰川消融。明明能靠脸吃饭，非要在这街期里摔得满腿淤青证明实力。有人说他轴，我却在这股轴劲里看到年轻人最缺的东西，活得够本。就像他在探索心境2里说的，人就活一次，当然要往最高处闯。雪崩时他第一个冲上去救援，激流漂流翻船时反而笑得更野。这种把极限挑战当日常的风劲，简直是把活着2字玩出了热血漫质感。看看现在的热搜榜，多少明星还在营销少女感少年感，王一博却带着满身泥浆和伤疤杀出一条新路。他让我突然懂了，真正的顶流不是挂在热搜上的花瓶，而是能用生命热度点燃观众的人。当别家粉丝还在为偶像擦破点皮哭唧唧时，摩托姐姐们早已进化成战地记者画风。这边超话里刚发出一博在阿尔卑斯山失踪3小时的警报，那头正主就晒出山顶日出照配文下次带你们爬。这哪是追星，分明是跟着自家偶像在闯荡江湖。所以啊，不再说王一博停不下来了。这个把24小时活成48小时的男人，早就把自己活成了一部现实版《速度与激情》。他用攀岩绳丈量悬崖的高度，用赛车轨迹书写青春的长度，更用那股永不停歇的劲头告诉我们，人生最带劲的活法，从来不是站在那里等风景，而是自己成为风暴本身。在这个信息爆炸、热搜纷飞的时代，流量偶像层出不穷，真正能被观众反复记住的，却寥寥无几。而王一博，正是那种在热潮中不靠炒作，在舞台上靠实力燃起来的存在。他不需要故作姿态的包装，也从不靠制造话题来抢占视线，而是靠着一次又一次拼命三郎式的热血投入，用每一场挑战、每一个镜头，点燃观众内心的激情。王一博的燃，不是一句简单的形容词，而是一种全情投入的状态，是一种敢于打破极限的勇气。无论是在这旧世街舞中挑战高难度舞蹈动作，还是在无名长空之王等影视作品中诠释充满张力的角色，他的每一次亮相几乎都在刷新观众的认知。他的热度不是偶然的火花，而是一次次体力、耐力、意志力在真实境地中的全方位爆发。很多观众第一次感受到他的燃，是在他参加赛车比赛时。不同于一般艺人为了曝光随便玩玩，王一博是拿着职业赛车手标准在训练自己。身为摩托车职业车手，他不仅接受高强度专业训练，甚至在比赛中身负伤情也不愿退赛。他说：“只要我还能动，就不会放弃。”这句话听来简单，
背后却是用汗水和伤痛书写的真实信念。而在影视领域，他同样不允许自己差不多就行。在拍摄《无名》时，为了一个简单的奔跑镜头，他反复跑了几十次。在《长空之王》中，为了真实还原空军学员的状态，他甘愿暴晒、负重训练，只为镜头前呈现出最接近极限状态的自己。这种拼劲，让观众不仅仅是在看他，而是在感受他。他不是在演，而是在燃烧。有网友这样评论王一博的表现：这种燃，不是浮于表面的热闹，而是内在信念的坚定和意志的驱动。即使在没有镜头的幕后，他也依然维持着这种状态。工作人员透露，王一博很少叫苦，从不抱怨累，总是在团队最早进组、最后收工的人之一。他对工作的态度，不是尽力而为，而是全力以赴。观众为什么会为他感动？不是因为他做了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而是因为他的每一次用力，每一个镜头里的汗水与坚定，都在真诚地告诉我们，热爱是有重量的，梦想需要付出，而努力终将被看见。在粉丝心中，王一博不是一个偶像，而是一种精神象征。他像一把燃烧的火炬，无声地激励着那些还在为目标拼搏的人。他让很多年轻人明白，想做一件事，先问自己愿不愿意全力以赴。他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了拼命三郎的含义，不是蛮干，而是把每一分热情都投入到行动中，把每一次机会都当成最后一次去拼。他的这种燃，也改变了大众对流量明星的刻板印象。过去人们提起流量，常伴随偶像包袱、表面功夫、绣花枕头等贬义，而王一博却用实际行动推翻了这些偏见。他告诉我们，流量不等于浮躁，努力可以被看见，热血可以被敬佩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存在为娱乐圈注入了一种向上的力量。他不追求流量的虚假泡沫，而是用一次次的专业展现，为行业树立了榜样。他的成功不仅属于自己，更让许多怀揣梦想的年轻人看到，哪怕你一开始不被看好，只要拼到底，就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。当然，王一博的燃也不是没有代价。他曾在赛道上摔倒，在拍戏中扭伤，也曾在深夜仍坚持练舞。所有看似轻松的成就，背后都是他默默咬牙的坚持。面对这些，他却总是一句淡淡的没事值得，仿佛那些痛苦和疲惫都被他压进了骨子里，只剩下眼神中的执着。他不是超人，也会累，会疼，但他选择不退缩，这才是真正动人的地方。不是因为他无所不能，而是因为他即使凡人之躯，也愿意直面风浪，不断超越自己。或许正因如此，他才格外打动人心。他不像某些明星那样塑造完美人设，他有时候话不多，表情也冷淡，但就是这份真实和用力生活的态度，让他显得无比可贵。观众不是被他的外表吸引，而是被他那种燃烧自己、照亮他人的精神深深感染。在这个快节奏、浮躁感盛行的年代，像王一博这样安静的燃烧的人太少了。他不吵不闹，却默默前行；不说漂亮话，却用行动兑现承诺。他的每一分光和热，都来自真诚与执着。所以，如果你也正在为了目标努力，为梦想挣扎，不妨看看王一博。他的成功不是天赋异禀的奇迹，而是千锤百炼、日日积累的结果。他没有一夜成名，却用每一个看似普通的当下成就了非凡。他用真实告诉我们，燃不是一时兴起的激情，而是一种日复一日的信念，一种把热爱活成执念的状态。最后想对每一位读者说，或许我们都不是天赋异禀的人，也不是命运特别眷顾的宠儿，但只要你像王一博那样愿意为热爱拼尽全力，不放弃，不退缩，那么你的人生也一定会有属于你的燃时刻。因为那些真正闪耀的人，从不靠运气，他们靠的是点燃自己，然后照亮世界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
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